为什么是我？什么？为什么？在白云机场，你为什么想要认识我？过后我反复演练了很多次，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就凭一个故事啊，一个相同的名字吗？这理由也不成立啊。不是一个相同的名字，是两个。哦，是诗怡。不过我不介意你理解为一见钟情。我那天确实想认识你。不相信啊？你想听实话？我们俩之间，你的外貌比较容易让别人一见钟情，我觉得你挺有吸引力的。唉，可惜啊，第一次见我没感觉。是啊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可能我对这方面不是特别敏感吧。不过，我觉得日久生情也挺好的，或者说可以让关系更加的牢固。比如说，一开始我们的生活就像这两本书，内容不一样，也互不相关。但是，我们的生活每一部分啊都在重合。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，重合的部分就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融洽。最后，无论谁使用外力，都不可能把我们分开了。所以我觉得，日久生情也挺好的，可以让关系这么牢固。不就是摩擦力吗？还日久生情？知道的还挺多。周晨晨，这个放我这儿了，你出差带着不方便，我给你放床头柜。你要是有急用的话，我出差不在家，你就自己拿。给家里钥匙。龙小玉还住这儿呢，我拿钥匙不大好吧？他卧室有自己的锁，我给你的是大门的，还有我卧室的。走吧，我送你下去。你送我下去？我刚刚送你上来，你又送我下去？我顺便扔垃圾。路上小心。等我电话。好。啊，等一下，一天3次打电话太麻烦了。是不是耽误你工作了？打电话的时间我可以调整。我们都结婚了，随意一点。你想找我的话，提前说一声，我如果方便，我们就通话。知道了。再见。再见。石小姐啊，这个时候拿垃圾袋下来丢，也没地方收啊。您记错了，垃圾桶啊6点才送过来。是我记错了，我先进去了。嗯。今天这首歌听起来很应景啊。
刚刚应该给他一个拥抱。抱一下就好了。他应该也想我抱他。我为什么不直接送去机场呢？应该改签一下时间的，至少和他吃顿饭。至少还能和他多待一会儿。小陈啊，有个事儿我得告诉你。11有个追求者叫王英东，据说是业内有名的才子。作为过来人，我得告诉你，长期两地分居不利于婚姻稳定，尽早回来，小心太被别人追走了。你又没结过婚，从哪儿得来的这个经验啊？嘿，没说年轻时候比你强多了。我谈过恋爱。你呀，就是运气比我好，碰到了11，要不然，我看你没人要。不对吗？对，我这性格的确是不适合结婚。不，你不适合谈恋爱，结婚是最优对象。希望他能跟你想的一样。情敌在，不能掉以轻心啊。你什么时候到的？也就提前了半个小时。我在西安也见到过一个女孩，匆匆一面，她的脸就像刻在脑子里一样，根本忘不掉。如果再让我见到一次，说不定也和你一样，立刻求婚。希望你们可以再见。这是我太太11，这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也是我的老朋友，梅贤，字如故。梅如故，残柳枯荷，梅如故。这个解释不错。你好，梅先生。你好，11小姐。走吧。我吃好了，你慢慢吃吧。干嘛这样盯着我啊？嗨，你好像瘦了一点。瘦了吗？以我印象中，脸瘦了一圈。你没好好吃饭吗？我一直都是作息很规律，按时吃饭的。没瘦吧？如果我是你，这个时候就应该回答想我想的，日渐消瘦。好，我学会了。如果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就说，我是因为想你想的日渐消瘦了。
这个地方有24小时的客房服务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有任何需求啊，都可以打电话叫客服。你过去一直住这儿啊？对，过去一直住在这个地方。自己住？怎么会？他耐不住寂寞的，和人同居。你真和人同居过啊？真的。你看，他自己都承认了。以前啊，我晚上经常会突然间想起来非常多专业方面的东西，需要跟人讨论和研究，所以我就跟之前一个同事合租在这儿。他现在已经搬走了，是个男的。那你们先聊正事，我把你的行李放到房间去。好。行嘞，哎呀，新婚燕尔，久别重逢，必然要嫌弃我这个律师在这碍事儿。但放心吧，我是个识相的人，办完正事我就走。请坐。刚下飞机就要面对律师，还有点吓人。吓人的不是我，是协议内容。这里是你们之间个人财产分配的补充协议，作为你们结婚协议的补充。你们结婚之后，他继承了他爸留下的全部个人财产，和周家90%祖业。我们忙了2个月，差不多交接完毕。这儿呢，是你们结婚之后，周生辰过到你名下的动产和不动产。他爸爸把所有财产都给他了，那文信和文川呢？不知道，知道了也不能告诉你。律师有自己的职业操守，这些你不需要管理。今天签的只是必要文件，走个流程，1式3份，你看1份内容即可。我把所有需要签字的页面都用便签纸给你贴上了，免得你漏签字。谢谢。离开之前我签好给你。太晚了吗？我笑的是你和他真像，做什么事情都会预想到下一步。我没问你，你就告诉我时间了。我喜欢和万事有交代、有计划的人一起工作，自己当然也要做到。如果我的合作伙伴都像你这样，我能省下不少事儿。慢慢看。你不好奇他的表字吗？是什么？长风。长风。长风至而波起兮，若立山之孤母。世伯岸，而相激兮；爱交也，而却会。你果然说得出。在西安，我是说你在西安的那几天，我也在，不过没见到你，倒是听他说起过你。他说什么？说你们认识的过程特别浪漫。明明是尴尬。帮我和周生辰说一声，不等他了。好。哎，辛苦。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是。我是他最好的朋友。如果以后你遇到什么困难，随时找我。好。拜拜。
再见。强迫症。我看你看得专注，就没有去打扰你。来，结婚戒指啊？十一，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。前几天我洗手的时候啊，把戒指摘了下来。洗完手，突然有事情发生，我就出去了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戒指就不见了。所以这个是刚刚送过来的，不是之前那个。也就是说，第一个弄丢了，这已经是第二个了。对。笨，你要是不告诉我，我也根本不会知道。2个月不见，还是那个老实可靠的研究员。好像自从我有记忆以来，从来都没有人评价过我笨、自大。怎么样？要不要出去吃个饭？好啊，顺便逛逛。你想吃什么？你说哪里就去哪里。我熟哪里啊？我好像除了公寓和实验室之外，其他的地方都不熟。2点一线的生活，我都习惯了。唉，那没办法了，只能我带你逛。你来过这儿？没有，但我做了攻略。走吧。我在网上看到过这里的照片。啊，
梅琴给我签的文件里面提到了你的10年影子计划。感兴趣啊？我爸爸是经济学的，常听他说。其实这10年是第一个阶段，现在各国都在加大对于科研的投入，加快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，所以我们不能停啊，必须要加快，这样才可以抢占世界的制造业高点。不过，这些都需要资金，源源不断的资金。大型企业还好，像那些中小型的企业，包括新兴的企业，就比较难了。所以，我想帮助他们。这种投资，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，短期难见回报。你妈妈和家里那些老人能理解吗？获得理解的道路，确实挺煎熬的。以后有我支持你。谢谢你。你喜欢什么花呀？我想送给你。你送给我花？啊，我忘了，你对花粉过敏。你等我一下。送给你的，喜欢吗？喜欢。Guten Tag, Professor。认识啊。这里离研究院也就3分钟的路程。那我们快走吧。为什么？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见你同事，而且我刚坐完长途飞机，脸色也不好看。你脸色不好看吗？走啦。你现在洗澡是要出去吗？啊，我不出去。昨晚我都在实验室，身上比较脏，我洗个澡，换身衣服。啊。今晚就要开始一起住了。时光无法偷走回忆，用尽所有力气去寻找你的痕迹。春花秋月藏在心底，为你赴死是我。温柔的等我过去。消息。你稍等一下再洗，我马上给你收拾一下。没关系的，你要出去吗？实验室里有点事情，需要开一个比较久的电话会议。那今晚回来吗？回来是肯定回来，只不过时间还是会很晚。你等一下，头发太湿了，吹干了走吧。你带过来的？我猜你没有，就带了。还真没有。那我吹一下头发。冰箱里面有牛排、蔬菜，还有面包。如果你不喜欢吃的话，就叫客房服务。
知道，我又不是小孩。刚才走回来，附近餐厅在哪儿，我都看到了。你回来了？在这儿吃东西啊？我今天碰到你弟弟了。他找的你啊？嗯。这个戒指是他给你的？嗯。他是不是还跟你讲了我跟童家人之间的关系啊？嗯。讲了多少？要不要我再补充一些什么？你不怕我生气啊？我相信你是有思考能力的人。这是你弄丢那个戒指吗？对。没人会这么傻啊，把刻有结婚日期的戒指当做礼物送给别人。可能谁捡到给了童家人，让你弟弟误会了吧？你能这么想，我很开心。你不和他解释一下？不用解释啊，我跟他没什么好解释的。我跟童家人从小就认识了，我们上的都是同一所学校，也在一起留学，就是在同一个研究院里，偶尔在合作上也有一些交流。后来，他的姐姐嫁给了我叔叔，我们就取消婚约了。再后来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就跟文川结婚了。他姐姐？就是小人的妈妈。那在你家没见过呀？小人的妈妈在小人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。师爷，之前我对于婚姻没有任何的想法，都是遵循家里的意见。如果有什么做的不对，让你不开心的地方，我跟你道歉。让你为过去的事道歉，显得我不讲道理。昨晚外婆还打电话教我，说夫妻之间不要处处的讲道理，要讲感情。她跟我说，如果我惹你生气了，让你不高兴、难过了，我就要先道歉，这样的话一定不会错。她知道我来了？知道。你看着我干嘛？你真的不生气啊？真的不生气。哎，你在德国最好的朋友是谁？德国最好的朋友就是我之前一起住的室友。那请他来好吗？我想认识你朋友。可以啊。中餐他吃得惯吗？你给他做过吗？吃得惯，我之前经常给他做各种的面。我大中华的美食被你说的好贫乏，等着。买这些。不好买吗？我都写的是大众菜。我现在才发现，你写的字真的挺好看的。让你看菜，你看字干什么呀？走了，快快快，快去买菜。
周董，所有您签字的文件都被驳回了。全部驳回？是的，说是只有梅律师签字，才可以付款。但是，今天是最后的付款日了。我哥在哪儿？在公寓。这是周真先生给您的，他还说再急的项目都需要梅律师签字，没有任何的商量余地。这个应该是属于你的。你不想问问我他读书的事吗？我和他是一个导师教出来的，中文也是他教给我的。难怪你中文那么好。是云氏做的吧？看得出来。我们是做这个的，我一眼能看得出，是不是周生辰送的？他和你说过？奶。他根本不可能跟别人说这个。我作为多年的老同学，我是猜得到的。为什么？他最敬重的一个导师送给他的毕业礼物，就是一块陨石。他还开玩笑的说，他中国太太常说，中国情话里面最常见的话就是把星星摘下来送给你，所以导师说让他留着，送给以后的太太。来，吃点水果吧。好，那就不客气了。怎么了？你同学说你大学时候可风流了，还花心。现在外人在，马上老实交代。我再跟你说一件事，他就是毕业那阵，每天都会在实验室，除了学校里，对外面的世界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个公寓是我帮他找的，小心。刚盖好的公寓楼，租金低，主要是离研究院很近，就是有个麻烦，这个租金要交半年呢。啊，没关系，我的奖学金从来没用过，应该够。是吗？那也厉害。你住哪个屋啊？我都可以。我住这屋，那你就去那边吧。好，可以吗？好，先去收拾一下，一会儿见。从学士到硕士，你家里从来没来过人。我觉得呢，博士毕业还是得来一下。陆可以上我接你。真的，我有钱。虽然你不说，但一个平时连小钱都舍不得的人，大家都很理解你的处境。谢谢你把我当朋友。
但我真的不需要，我有奖学金。好，拜拜，朋友。我们都以为他不交女朋友是条件不允许，后来童家人说，这小子家里的条件很不错的，就是没物欲追求。回去了。小夫妻难得一见，不打扰了。Ich hätte dir gesehen, dass mit dir hin. Danke mir nicht. 那天为什么送这个？有什么意义吗？没什么意义啊。随便送的。随便送的。如果非要说有什么意义的话，人类的第一件铁器就是陨石做的，这样算不算是意义非凡啊？怎么，想让我铭记铁器时代的起源？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？你今晚没工作？我今天想多抽出一点时间来，好好的陪陪你。在这里等我一下。师爷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别怕，我在这呢，别怕别怕。睡着了，吓坏了吧？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在车里，如果我也在，还能好一点。事出突然，又在陌生的地方，肯定更害怕。我已经叫律师去警察局问了，他刚来没几天，你实验室那边又出了问题。
喝杯热水吧。还在想刚刚的事情？不是故意想，就是一遍遍在脑子里过。刚刚只是单纯的意外。我们去的那家花店附近有一个大厦，大厦里面的商铺，2个长期雇佣的物流公司起了一些冲突。我们只是运气不好，恰巧碰到了。我原本是想去买一束干花送给你，谢谢你做的晚餐。没想到竟然发生这种事情。你都安慰我一整晚了，说点别的。有一件事情，我本来想在买完花之后再告诉你的。什么？工作交接比我想象的要麻烦，所以这次可能要你自己先回国了。那要多久你才能回家？这个还不清楚。工作嘛，没办法的，尽快。一定尽快。好像今天都是坏事情和坏消息。我能做点什么让你开心点吗？花言巧语。什么花言巧语？说点花言巧语哄哄我。